侯局长，季检察长在办公室等你呢。吕组长，我要求参加。陆处长，你没什么事儿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啊？对啊，回去休息吧。养精蓄锐。刘新建那边交给你了。侯局长，侯良平。 回去告诉你妈，饺子包的不错，有机会的话，再给我送点。吕组长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哎，倒是你啊，侯局长，这段时间很紧张吧？是啊。 早知道这样，这局长真该你来当，我做副手嘛。哎，这什么话？侯局长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可不能乱讲啊。尤其这个时候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是怕闹误会。等等，吕组长，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我毕竟是从反贪局调走的嘛。对。哎，有人还说是我把你挤走的，你看，胡汉三又回来了。哎。 大柱啊，侯局长，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这次回来找我打击报复，不会吧？当然不会，我吕梁啊，向来是公事公办，公事公办就好。高姐啊，为了您的事呢，我动用了一些关系。 我花了10万块钱，替你买了一张张生明天的习作。就是那个人脉深广的张贵洲先生。对呀，就是张贵洲先生。明天您在宴席上会看到一些汉东啊、荆州的熟人，是谁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啊。10万块一个席位，不贵啊？当然不贵啊。只是今天下午刚刚有人跟我提供，一个席位开价8万。 那我也8万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可能您没听清楚。我说的是开价8万，这还没还价呢。那你开个价喽。5万。高姐啊，你也太能算计了。行，成交。爽快。不好意思。 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厅长，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，都急死我了。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小千啊，我跟老师汇报沟通之后，现在情况呢有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。我那位学弟被拿下了，还有这些年咱们在肖刚玉身上的投资也见到了回报。 邢进。哦，列平同志，季检察长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刚玉同志。3年前，他也做过咱们省院副检察长。列平同志你好。太好了，那这回反贪局的人反而成了腐败分子。我看他们怎么说。不过我真没想到啊，肖刚玉这回居然没耍滑头。 挺够意思啊！他本来想耍来着，但是没划过去。咱们老师啊，亲自出马去找了他。难怪呢。不是，那这样的话，会不会连累你的老师啊？赢就不会，输谁也跑不了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啊，肖刚玉有些情况还要找你了解。我现在回去合适吗？ 放心吧，我和玉良书记安全，你就安全。我回去的事儿，老师知道吗？知道。另外还有一个啊，你让赵瑞龙赶紧回来，然后到吕州
把他那个美食城的事情赶紧给我了了。我回去，侯亮平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吧？他现在自己啊，一身麻烦。回到这儿啊，我就相当于回老家了。老肖啊，那这次回老家是探亲还是探险啊？啊，探亲沾边儿，探险就不是了，应该是探问。哟，那还真对不起了，这探问啊，得提前结束。我得向季检察长汇报刘新建的审讯工作，你得回避一下。还有吕组长，你也得回避。刘先生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明天的席位我不能要了。我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，终于搞清楚了。其实啊，就是误会一场。喂，高姐啊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啊，不能被这个假情报所迷惑啊，自投罗网。那不会，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，让您白跑一趟。这点茶水钱是个小意思，你们收下。回避就不用了吧？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两个来的目的吧？亮平同志啊，我们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有几件事情我们想和你核实一下，希望你能……二位，咱们能不能缓缓？先让我把工作汇报完。案件保密规定你们也都知道，如果你们坚持要听刘新建的审讯汇报，而且季检察长也同意你们一起听的话，那也行。反正我听季检察长的命令。什么命令啊？你让我犯错误啊？规定就是规定嘛，什么人都不能违反。老吕啊，老肖，麻烦回避一下吧。老季啊，原则。放心吧。你坐下。你呀，哼，真是有个好发小啊。蔡成功是吧？季检察长，您说现在人心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就算是个小人，反复无常也好，不要廉耻也好，怎么能对儿时的同伴玩这手呢？我现在可真是欲哭无泪了。什么叫交友不慎？这就是。你干什么要收这么一位小人的东西呢？我能收他什么呀？我刚才还在电话里和钟小爱说呢，就一瓶茅台，在我家一起喝的，再有就是送给我孩子的游戏机。是1瓶茅台，还是2箱茅台？还有那1箱中华香烟？你刚说了，送给你儿子游戏机，那么他送没送你儿子1万块钱见面礼啊？这都好解决，找到蔡成功的司机就行了。他给我送礼的时候，他司机就在边上，我拒收是事实，他司机可以证明的。他要是和司机串通好了，你怎么证实自己？不至于吧？蔡成功早就进去了，怎么跟他司机串通啊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吕梁和老肖要和你谈，我提醒你，要沉住气。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人正，不怕影子歪。歪，哼，恐怕有点歪的邪乎吧？歪的你呀，超出你的想象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和丁义珍，还有蔡成功，是不是合办了一个煤炭公司？你收了他们40万红利。什么呀？工商登记、银行卡、转账的凭证，我全看到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次啊，他们是一心想弄死我，居然还给我设个这样的局。
老李呀，侯亮平这个呀，可是大案要案呐。沙书记和高书记都很重视。你说，堂堂一个反贪局长搞腐败，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啊？就是啊。那这个老纪，你说他是不是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？哎呀，老纪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喜欢能干事儿的，对侯良平啊，怕是有些放纵了。我看也是。实名举报，证据确凿，举起来都不为过。可他呢，双规他都不干。我担心这老纪是不是故意包庇侯亮平啊？哎，那倒不至于。老纪这个人啊，原则性还是挺强的，这个你只管放心啊。但愿吧。再说了，侯良平是高书记的学生，高书记都没出来保他。哎，这就是高书记值得尊敬的地方。恐怕侯良平的问题比较严重吧。我看也是。另外，你那位恩师，高书记也表态了，他说就是挥泪斩马谡，也要斩。您心里会没数啊？斩我，他还有泪，还挥泪。真要能挤出泪来，那也是鳄鱼的眼泪。事情发展到今天，真的是非我所愿。哎，你说这个侯亮平在北京待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跑到汉东来添乱？原来这儿非常平静，他一来倒好，搅的是风波四起，鸡犬不宁啊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碗水端不平啊！你总是偏向那个祁同伟。那也是没办法，我就是再恨祁同伟，一时也离不开他。你当然离不开他。祁同伟多聪明啊，给你找了一个小狐狸精，所以你就被他死死地绑住了。胡说什么？什么小狐狸精？这跟祁同伟有什么关系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我跟那个小高，从不参与那些烂事儿，我有我的底线。哼什么？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伯仁是谁呀？我也说不清，就是个感叹而已。要自觉抵制一切腐败现象，但事实却不尽人意。有的人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中倒下了，有的同志在香风毒物的熏染，关了，看人看，迷失了方向。两面派伪君子，最近舔着脸说呢，哼，不是个东西。妈，我一直想问您来着，这小姨夫是怎么得罪你了啊？你这么讨厌他？吃饭吃饭，在我面前啊，少提这个人，恶心。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，您对他印象挺好的，还羡慕我小姨来着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哼，我跟你小姨啊，都被他给蒙住了。没想到他是那样一种人。哪样的人啊？说来听听呗。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有些事儿啊，你还是少知道的好。知道知道呗，好歹他还是我小姨夫。什么小姨夫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你就只当是不认识这个人，知道吗？哼，小姨夫。妈，那我以后办案子的话，要抓了他，是不是不算大义灭亲啊？当然得大义灭亲了。哎，怎么着？那个笑面虎涉案了？我说了吗？我没说呀。就是啊，要是真的涉案了，也不归你管。再说
他那个人啊，多滑头啊！要是真有事儿啊，你想查呀，也查不到他。你说祁同伟这电话可靠吗？应该靠谱吧？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人家也不会害我们。我不是说祁同伟要害咱们，我是想啊，如果不是祁同伟给侯亮平下了套，而是侯亮平给祁同伟下了套，这个祁同伟是在侯亮平他们控制之下给你打的电话。不会吧？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不可能。祁同伟刚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口气很轻松啊，没问题啊。我还是再给高玉良打一电话。这合适吗？祁同伟已经说了，不要总给老高打电话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高总，现在逼得我们家老爷子都已经出山了，让那《镜见周刊》做撼动的文章呢，那高玉良还跑得了？不是这……好，我打，我负责，行吧？谁的？赵瑞龙的电话。瑞龙啊，在哪儿呢？现在？祁厅长说的没错，侯亮平涉嫌职务犯罪，现在已经停职了。如果举报线索一经查实，下一步就是双规立案拘捕。电话里咱们就不多说了啊。你赶快回来，把吕州美食城的事儿照着你父亲的意思去办，办得越快越好，啊。啊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高书记。行，那就这样啊。这小子真够聪明的啊，打到我这儿，怕你不接。这小子，有时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知道是人家做的局，就要认真对待，尽早破局，自证清白，解脱自己，尽早归队。116案件还等着你呢。季检察长，您还真是顾惜我啊！这次连吕梁都派上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3个月前因为没有接上陈海反贪局长的班，他对我多抵触啊！情绪是个人的事儿，决定是组织的事儿。我相信吕梁同志有着基本觉悟，你不要小人之心啊。也许人家早忘了呢。忘了，我看未必吧。我说您就不能找个和我无冤无仇的？就比如林副检察长，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吕梁是纪检组长，我派他是正当程序。老林不是纪检组的人，我派他，别人会说什么？行行行，我看你们呢都是想整我。3个月了，咱们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，您心里清楚。这次，他们一定会把我做足了文章，死缠烂打的。那你是谁呀？霍亮平，你不是孙猴子吗？怎么现在怂了？你要真是个软蛋草包，从检察院滚出去！哎，行，您这话我爱听。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打电话让他们来练吧。你不是要向我汇报审讯刘新建的事吗？有什么可汇报的？您不是一直都在监督吗？我倒是有个建议啊，审讯刘新建的人呢，就别换了，交给陆亦可，让他一审到底。行，可以。我再提醒你啊，你抽空找一下陈岩石，把你的情况告诉他。他是老检察长，又是大风厂的顾问，他和蔡成功非常熟。你要想证明自己，撇清和蔡成功、大风厂的关系，陈老能帮上忙。钟小艾也这么说过。还有，
你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。我知道，不就是挥泪斩马谡吗？这要斩也得您来斩啊！您不是鳄鱼，流不出鳄鱼的眼泪。你都掉坑里了，快让人活埋了，还开玩笑？喂，李莲啊，哎，你和老肖过来吧。什么？侯局长被查了？这也太不像话了！放着那么多的腐败分子不查，反倒来查一个反贪局长？哼，这也太可笑了！看来啊，那个笑面虎，他心里有鬼。阿宁认识到严重性了吧？您闺女可是在一线办案。不过一可呀，这种事情呢，你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了。其实这个事情也没那么严重。高一良这个人呢，他是有问题，他就是做人呐，太虚伪了。有些事情啊，我答应过你小姨，就是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有一点啊，我宁愿你不嫁人，也不能嫁给这种虚伪的人。高玉良是不是在外面有其他女人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。反正这些年啊，你小姨是够能忍的。忍什么忍啊？为什么要忍啊？如果她真的有问题，向省委汇报啊！我去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啊，你省点心了行吗？你小姨是什么人呢？她是大学教授、文史专家，她丢不起这个脸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你可千万不能去问你小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听到没有？疼妈，疼啊！知道了。这孩子有的时候嘴巴不站岗啊。玉良，我想了一下啊，有些事情你还真得认命。比如说省委书记这个职务，命中注定就不是你的，所以你就不要再争了。前天我去给你求了个签，虽然是上签，但是住持妙法大师说了，你必须要换一个靠山石了。这妙法大师就是厉害啊！就是说，赵立春这个靠山石你是靠不住了。老靠山石虽然这次不会倒，但也风化。就说那个风化页岩吧，这说起来是石头，看起来也是石头，可是手一碰就碎。不知道这个沙瑞金会不会是你新的靠山石？不过我觉得最近他对你倒是挺支持的，不是把侯亮平都拿下了吗？单纯，那是因为肖刚玉手上有侯亮平的证据，沙瑞金划不过去了，不查也得查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沙瑞金不愿意和老书记翻脸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最好还是把亮平调回北京吧。咱们不要赶尽杀绝，做人还是要与人为善。毕竟，亮平不是坏人，但他是对手。刚毅同志，你先说吧。廖平同志，咱们都是检察院内部人士，就不绕弯子了。不掌握一定证据，我们也不会来找你。老肖，老吕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成了犯罪嫌疑人。很遗憾，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你的确涉嫌违纪违法。既然这样，还谈什么呢？就直接立案调查吧。侯亮平同志，注意你态度啊，不要情绪化嘛。
我们说话要有分寸的。是。侯局长，我们都知道，最近3个月你很辛苦，没日没夜，取得的成绩也非常突出。但是，功不掩过呀，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正视啊。从季检察长到我们，没谁要害你，也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啊。梁平同志，组织上也是就事论事，一码是一码。下面呢，我代表组织问你7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对不起，老肖，我现在是一个问题都不能回答你。刚才说的没错，我们都是业内人士，所以呢，谁也别和谁绕。我零口供破了不少的案，要不你们也零口供破个案试试？什么结果直接宣布吧，宣布完了，我好回去睡觉。胡亮平，你也太傲慢了吧？啊，这不是傲慢，吕梁同志，我这叫有底气，我不信邪。这一下放心了吧？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堂堂一个反贪局长，这么容易就给扳倒了？那得多大的力道啊！除非是这侯亮平他是真贪，让祁同伟他们抓着把柄了。你觉得这不可能吗？在现在这个世道，钱谁不喜欢呀？侯亮平他不是那种人。你想啊，那天他可连价都不愿意开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他侯亮平不是这样的人，祁同伟和肖刚玉2个人联手也能造出这个案子。啊，这倒也是，哪朝哪代没几个冤死的鬼呀？赵总，那明天咱俩是不是可以一起回去啦？咱们也得回去看一看侯亮平的哭相是不是？你说呢？啊，那个明天啊，我和《境界周刊》的记者啊还有个约谈，我晚2天，要不你先回去。那我也再想想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这种时候啊，多想想没坏处。刚毅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来宣布决定。郝亮平同志，自即日起，你停职反省，接受组织调查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往后，所有案件你都不能碰了。还有，停职反省、接受组织调查期间，你必须每天到办公室来上班。郝亮平，你不是住在咱们检察院的招待所吗？就在院里，只要能随时找到你就行。亮平同志啊，说句心里话吧，我们还是希望你积极配合我们工作，尽快把问题搞清楚啊！哎，不要有抵触情绪嘛。组织上这么做也是关心你，对你负责嘛。我在这儿啊，要衷心的谢谢你们。现在我能回去睡觉了吗？等一等，郝亮平同志，希望你端正态度，能正确对待组织对你的调查。你可以走了。
你怎么晚了2天回来呀？那个赵瑞龙疑神疑鬼的，搞得我也犹豫了。他呀，自作聪明。这一仗啊，打得还真是够悬的。如果不是我们死死地咬住侯亮平的话，这刘新建呀，真的就扛不住，早晚会被他们突破。那你现在怎么确定刘兴建没被他们突破呢？昨天，于良书记让政法委执法检查室调看了监控录像，刘新建呢，除了他自己的问题，其他的凡是涉及赵家和我们的，他什么都没说。那就是说，刘兴建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把侯亮平给拿下来了？哼，他当然知道。如果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，那这厅长我也别干了。怎么样，刘总？这2天休息得很好吧？还真挺好。哎，你们这个也消停啊，不搞连续作战了。我们也累嘛，劳逸结合。这才对嘛，都是人嘛，健康最重要，真的。言归正传，回到我们上次那个话题。哎，陆局长，侯局长哪儿去了？他怎么不在？侯局长今天要去办其他的案子，派我们来跟你聊。上次我们讲到丁义珍在美国的遭遇，你也看照片了，当时你很有感触，对不对？是啊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丁义珍当年在荆州，那可是个风云人物。刘总，我再多说点，丁义珍现在是死是活都很难说啊。枪战后啊，丁义珍的合伙人死了，丁义珍呢又失踪了，至今下落不明啊。命，这就是命。不过说实话，丁义珍其实是个挺有能力的人。那当然了，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组织上也不会重用他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丁义珍在非洲的情况，周检察官可以告诉你。不用。哎呀，知道多了也没什么好处，徒添伤悲。而且，我觉得有什么事儿，我还是等侯局长告诉我吧。我等他来了再聊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侯局长他有很多的案子要办，千头万绪的。哎，吴阿姨，您干嘛呢？哎，这不是侯局长的宿舍吗？我来给他送点好吃的，怎么了？吴阿姨，您还是别进去了，这个给我吧。给你？你能给他下饺子？你会下吗你？会呀，饺子谁不会下？看能的你，这饺子下破了就没法吃了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这下饺子也是要有程序的。第一步要把水烧开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你让我进去。哎，吴阿姨，您还是别进去了。侯亮平现在停职反省了。停职反省？停职反省就不能见人了？谁的规矩啊？这是纪检组吕组长的规定。吕组长，我给老纪打个电话。喂，老纪啊，你还能干点正经事儿不？啊？现在反腐大战正在进行时，你倒好，把个能干的反贪局长你给停职了。我说老纪啊，我很怀疑你的水平。他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刻，该退就退，啊！大风厂股权这个事情，你不要再坚持了，就按照司法局援助律师的提议来做，和大风厂的职工呢达成和解，让渡部分股权。别总是一打龙的盯着我们。我这边没问题，现在关键是赵日龙不同意啊。他爹让他让出美食城1亿8千万的拆迁款都答应，怎么就这点小利他就放不下？
要不你出面去找找赵立春，让老人家发个话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哎呀，我的老学姐，好，我不解释，您骂，反正您骂我也不是1次2次了。您出气，老学姐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您把电话交给纪检组的人。那，喂，你谁呀？我纪昌明啊。小孙呀，你听好了，侯亮平是停职反省，不是双规，更不是拘留审查。谁让你给他站岗的？他想见谁就见谁，他要见谁就见谁，胡闹！哎，好，明白。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您请便吧。把手机还给我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吴阿姨。哟，吴阿姨，侯局长，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。哟，饺子，好，快请进。刘总，你是非要等到侯局长来，只跟他谈是吗？这个陆处长，我说句话，这不许生气啊！我也不是不想跟你谈，我就是觉得跟这个侯局长吧，聊得比较通畅、投缘。我比较信侯局长。刘总，请你放心。侯亮平局长能办到的，我们同样可以。刘总，你跟赵瑞龙集团利益输送的事情，别，陆处长，这干嘛呢？咱别没事就瞎套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赵瑞龙和我们公司的事儿？我根本不了解他。你们要想问赵瑞龙公司的事儿，你们应该找他呀。肯定是泄密了。昨天高一良副书记让执法检查室调看了审讯录像，有这事儿？对。我觉得这还不是关键，关键是有人向他透风，他知道侯亮平撤下来了，所以他对赵家又有幻想了。按理说，咱们防范的这么严，不应该出这种问题啊。有内鬼呀！看来现在这案子办不下去了，先停下来吧。好。陆亦可，停止审讯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。是吗？哎，那改天我再给你送点汤圆来呀。赵东来啊，可喜欢吃我给他做的汤圆了。汤圆再甜啊，也不如那小子嘴甜吧。哎，王爷啊，赵东来还行吧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可就是亦可这孩子啊，一直不给我痛快话。再加上你最近遇到这事儿了，他哪有心思啊？我听亦可说，有人想整你，不会是老纪吧？季检察长也是没办法，公事公办吧。我想啊，也不会是那个老纪。他那个人啊，遇事儿就是胆小，人还是个好人。说得对。这事儿跟那个高玉良有关吧？王爷，您对高书记有那么大成见呢？老师说了，我们必须要做2种准备：进，就搞掉侯亮平，最起码把他挤出汉中，让我们之间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。如果不行呢？如果出了意外呢？你也知道侯亮平这个人不好对付。那就退。我们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把我们的资产转移到海外。知道，大风厂的员工真不能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。还有，大风厂这个项目，想办法赶紧把它转出去。那个大陆集团的王大陆，其实一直对咱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。那就把这个项目转给他呀，马上安排人去跟他谈，越快越好。怎么样？不会是盗版的吧？哎呦，
老检察长不简单呢，与时俱进，连盗版这词儿他都知道啊。那当然了，就是。我说郑总啊，你别蒙我们，我们对你可随时保持着高度警惕呢。你看我就是随便说这么一句，你又认真。郑董事长啊，我蒙您什么了？说白了吧，您怎么想的？您要是不想干，直说，那咱们就不干，真的。哎，郑总，你别听你爹的啊，跟我谈，我说了算啊。马叔，咱们的合同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楚。咱们的合作方式是，网络销售，我出订单，我出定金，你负责生产，我也担着风险的，是吧？再说了，老检察长在这呢，我也不敢呢。不是，现在这不是盗版的太多吗？我就怕惹麻烦。不会是盗版的，陈老，我们郑总说了，要做中国制造，要做中国的骄傲。你看这批衣服呀，都是我们花大价钱专门请高级时装设计师定做的。哎，对，来。郑老，你看啊，这位就是我花巨额聘请来的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克琳娜小姐。也不是什么成见，我跟那个高一良啊是道不同，不相与谋啊。怎么个道不同啊？您是什么道，他是什么道？咱不都是社会主义这一条道吗？别贫了，就事论事啊。你吴阿姨在政法口子呢也干了一辈子了，眼前的这些是非曲折，我还是能看清楚的。你可跟我一说呀，我就明白了。侯局长啊，你呀，你是搞到人家死穴上去了。与谁同步一肩上的职责，听一番枝繁叶落，看一幕檐下交错。此时此刻，情同手足在侧。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，听一声情没用了，看一片繁星闪烁。此时此刻，爱与永续，你我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扶摇升起，一口气直达心底，令人争气。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隐，一颗心情归故里，潇洒落笔。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，奉献的权利。当所有万马奔腾，扶摇升起，一口气直达心底，令人争气。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，勋章的意义。当一切尘埃落地，喧嚣归隐，一颗心情归故里，潇洒